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还不速速下载斗破苍穹怒火云岚提升斗气？从今以后，你是本王的。少年人该笑该疯，剑在手与你生死与共。人心如天书，谁又能通读？七情六欲，谁能免俗？为我长城剑。秋冬哀乐喜怒，听说这次大人物都会到场，百年难得一见呐！癸未年大朝市正式放榜，大朝市三甲莫名苏墨鱼升阶受礼。想不到离宫副院最优秀的弟子，竟靠文试成绩才勉强入围，真是让人意外呀！三甲齐名，国教学院堂堂。哦，这才是我的真粉。糖糖，人家在这儿呢！糖糖，姑奶奶。二甲10名，南方怀院霍光；二甲3名，天道院庄焕宇。是这样吗？竟然连你也耐不住了。墨雨，你什么看法？娘娘，臣下这点微末修为，如何看得透其中玄机啊？我，哼，你们就都在我面前装傻充愣好了。一甲2名，南方骊山苟寒石；癸未年大朝市首甲首名陈长生升阶受礼。
自有大朝氏以来，陈长生得到的反响，应该是变化最大也最为热烈的。真是艺术啊！这些无知的草民懂什么？不过是瞎起哄罢了。什么呀？是教宗，竟是教宗大人！教宗亲临为陈长生颁礼了，不可思议。有刺客！不好！进！哇，神乎其神呐！这就是武圣人的境界吗？太棒了！你若不肯低头，谁能为你戴上桂冠？谢谢大人。好孩子，过些天来见我。今天是属于你的。哦，我脸上有刺吗？没有，就是头上有只鸟窝。祝贺你，谢谢。切，如果得了首榜首名，就必须带这玩意儿，我宁肯不得。我们很熟吗？再说了，就凭你也能拿到首榜首名？喂，都已经打完了，还这么势不两立，至于吗？陈长生，您好。大朝市上的表现不错，今天让府里准备了些酒菜，晚上来家里吃饭。怎么回事啊？他不是反对这门亲事吗？是啊，不用后悔啊！这也太势利了。好的。他大朝市进16的时候，我说就到这里了吧，结果没有想到，接连的2场大雨，让这孩子竟然到了这个位置。更想不到的是，你还亲自为他戴冠。我知道那些老家伙想利用那孩子干什么，但我对墨雨说过，我的胸怀可以容纳整个天下，何况你区区一座国教学院和一个少年，可你却忽然表态，这就不得不让我有所警惕了。陈长生是我的师侄。你终于承认了，祭道人果然就是那个人。但那又如何？难道你还想和你师兄论同门之谊？不要忘了，当年我们决意杀他的原因是什么？单凭陈长生就可以证明他不可能是黑袍。或许那一年我们真的是杀错了。即便你师兄不是黑袍，难道他就不该死？无论如何，上一辈的事情与下一代没有关系。何况那孩子根本不知道以前的事情。现在再没有人还敢反对你，你又何必念念不忘？哼，
如此也好。请。谢谢了。我承认，从始至终我们对你都没有善意，但也没有恶意，否则你活不到今天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没有什么别的意思，只是想做完1年以前因为误会而没有做完的事。误会？整整1年时间，京都满城风雨，大陆扰攘不断，就是因为一个误会。夫人，夫人，我今天来并不是来证明您1年前那些话是错的，而是因为您现在才会相信，当初我并没有说谎。我进京就是来退婚的。你做了这么多可能会掀起惊涛骇浪的事，原来竟只是因为你那可怜而可笑的自尊心。人或许生而不同，但没有一个人的自尊心是可怜而可笑的。拿了大朝氏的首榜首名，觉得这样就能证明自己比秋山君更优秀，就可以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，故作潇洒的退出。哼，自己看看吧。你就会知道秋山君为什么没有参加今年的大朝氏，而让你钻了空子。与秋山君的功绩相比，你那一点点成就不过就是萤火之光。秋山君竟然找到了周原之门。周原之事你怎么看？巨星以下，通幽以上，仲夏之时，10年之期，又无甚变化。说起来，秋山君这孩子虽是巨星境下第1人，但能独自对抗众多魔族高手，并且成功带回周原钥匙，确实比陈长生夺到大朝氏首名要更了不起。根本不可同日而语。据说这次连南客也出动了。那魔族方面岂不是几乎以倾巢而出？黑袍这次这么大动作，为什么？只要能找到藏在周原里的那几样东西，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，你应该比谁都清楚。我们为进入周原，哪次又不是倾尽全力呢？虽然这次有幸运的成分，但我们成功了，为大周和妖族争取了10年时间，不是吗？周督府当年创造周原，建立规则，10年开启一次尚可理解，但只有通幽以上、巨星以下的人才能进入。这一条到现在我还是无法参透。周毒夫千古一人，神龙见首不见尾。也许周原之谜破解之时，我们才能彻底理解他的用意。所以我根本不去操这个心。现在我关心的只有一件事。当明天这个消息传遍大陆，你觉得你的首榜首名还有几分光彩？我退婚，真的就只是想退婚，不是因为想证明比谁更优秀才来。只不过，从一开始就没有人相信过，现在依然不相信。告辞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还是要看天书灵悟道的结果。今年是大年，谁知道有多少考生能够通幽？这件事就要劳您费心了。周大人，都到了吗？已经等候1个时辰了。陈长生现在确实是个人物啊，居然能让这么多王公大臣坐立不安。
我开始有点兴奋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不应该是你向我们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是东域神将府把婚书送了回来？今晚我正式退婚了。为什么要退婚？难道徐有容还配不上你？我去找教宗大人。慢着，怎么了？你曾说过，除非徐有容当面要求退婚，你才会同意。所以现在你想要退婚，也麻烦去当面对徐有容说。切，你一个小鲜肉去跟那种老油条斗心眼儿，作死！他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估计这都是教宗大人今天亲自给你搬礼闹的。为什么？哼，这还不简单？教宗大人已经向全天下表明了，你是他的人。为了神将府的将来考虑，徐世纪再不喜欢你这个怪女婿，也不愿意自己当恶人。懂了？我怎么又成为教宗大人的人了？他想多了吧？明明是你太小白。看到没？这都是今天各大王公贵族见风使舵给你送来的礼单。你现在红了，知不知道？人类太无聊了。明天要进凌烟阁静思一夜，我先去休息了。各庆功宴已经摆好了，猪都烤上了。喂！周原开启的真罡之气还没有散尽，周督夫。我等你3天了。国君大人，黑袍，你策划绑架妖族公主白洛恒的行动失败，反而导致组织败露，让秋山君夺走了周原钥匙。这件事，你不想跟我解释吗？主公，我曾在天书上悟到过这样一句话：阴阳无常，为机而转。等转机到来，主公自会明白周原之事是祸是福。连我也要瞒着吗？谋略是臣下的事，君王只需看到结果。现在还不是结果。为什么把我的女儿也拉进去？因为那只凤凰。这件事里，唯有南柯大人的加入不是在我计划之中。有些事是宿命，天意难明。放心，愚人，今晚你师弟就要进入凌烟阁，他能否逆天改命，就在此一举。希望他不会辜负我的苦心。这里便是凌烟阁，只有大朝士首榜首名，才有进入凌烟阁静思一夜的资格。这是无上的光荣。时辰已到，请升阶入阁。凌烟阁，我经历了这么多风雨，走了这么远的路，就是为了走到你的面前。你到底会告诉我一些什么秘密？
强大的气息，这是用来查验我的吗？可是我的识海要决堤了。师傅，凌烟阁中究竟有些什么东西？里面有一些画。画？大周太宗皇帝登基之后，第一道圣谕便是建造凌烟阁，并让画神吴道子将所有功臣都绘成画像，以功绩大小论序悬挂阁中，供天下人永世敬仰。难道逆天改命的秘密就隐藏在这些画像中？这些画像虽然每幅都是不世出的珍品，但也只是人间凡物，更没有隐藏什么秘密。那为什么？你要找的东西不是在画像里，而是在第8幅画像右边。倒计时开始了，要快！这是主石林。机关锁。是，从今天起，你要精研此物，必须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开最复杂的组合。师父，究竟什么是命运？每个修道者与世界发生关联的最初，便是确定属于自己的命星。所以，对于修道者来讲，命运就存在于我们头上的那片星空。每一颗命星与周遭星域中的其他人的命星都会发生关系，而每一片星域又与整个星空互相联系。于是，每颗命星都有了属于自己的联系和轨迹。而你的命星所有联系和轨迹的总和，就是你的命运。改变自己命星的位置和亮度，使之与整个星空发生新的联系，即所谓逆天改命。可是亿万年来，无数观星者留下的记录证明，星辰的位置和亮度永世不移，更不要说身处人间而身首异星了。难道真的有人成功过？等你拿到王之策的那本笔记，也许就能找到答案。为什么师父会
会知道这么多不可能为人所知的事情？他究竟是什么人？又是谁？当年竟然能瞒过太宗皇帝和无数工匠大臣，在凌烟阁藏下这样的秘密？这是你是王之策？准确地说，我是王之策留在笔记中的一缕清魂。你早知道我今天要来，难道你知道我是谁？既是机缘，自有天意。你终究会知道一切，但不是今天。王前辈，我来这儿想请教的是，世上真的有改变命运这样的事吗？逆天改命吗？真的有人成功过吗？我自幼家境贫寒，生性木讷，只喜欢读书。平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进入天道院，阅尽天下卷籍。进京途中，我曾寄居天梁郡，偶然认识了当时的太守，后来的大周太祖，还有周都夫和太祖次子齐王殿下。那时天下大乱，群雄并起，但天梁郡只是一个弱小平庸的地方，尚能偏安一隅，夹缝中求生。后来我终于来到了京都，考进了天道院，并且我遇到了陈儿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很快京都被围，前朝的命数已尽，而率领大军围攻京都的竟然是齐王殿下。这时我才知道，就在我离开天梁郡的这段时间里，原本庸碌弱小的太祖竟然强势崛起，并且得到了国教的全力支持，带领大军东出祁山，很快便统一天下，建基大周。以常情来看，这简直比奇迹还要奇迹，确实不可思议。难道？所以当时就有传说，太祖之所以能一飞冲天，就是因为国教教宗用秘法逆天改命，将太祖的命星变成了地星。哦！但太祖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只能留下一子以传血脉，其余诸子则要全数向星空献祭。原本这与我也并无关系，可是陈儿因为忍受不了平淡如水的生活，终究还是离开了我。从此，我便在天道院潜心修行，想让自己能平静些。不料，有天夜里弄出的动静有点大，结果惊动了很多人。一夜巨星。于是莫名其妙的我成了京都的名人。直到那天，齐王来找我。从此，我被迫进入了我不想进入，也不曾喜欢过的那个世界。他是为了太祖星空献祭之事而来。你确实慧根深重，可惜现在想起来，齐王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。他没有接受命运的安排，而是以冷血强大的姿态走到了命运的前面，开始决定他人的命运。他没有等着被太祖选择，而是代替太祖做出了选择，杀光了所有的亲兄弟，只给太祖留下自己这么一个儿子。您也参与了百草园之变？齐王来找我，确实是想让我帮他，
但是我没有答应，所以他把我软禁在了深宫，让我陪着已经被他废黜的太祖，应该叫太上皇了，因为当晚齐王便已继承大位，成了太宗皇帝。后来太祖皇帝魂归星空，陛下也许是想起了旧情，让我做了北征魔族的副帅。这一次我是义不容辞，很幸运，我们胜利了，魔族大败，退回雪老城，再不敢南下一步。这又是一个和太祖逆袭天下一样奇迹中的奇迹。一直以来，人类都在魔族的压迫下苟延残喘，太宗也在他们的手上经历了无数次惨败，直到北征之前，也看不出有任何获胜的机会。难道这又是逆天改命的结果？特别是在太宗下旨建造凌烟阁之后，这个传言达到了顶峰。传说这次太宗向星空献祭的，便是这24位助他平定天下功臣的灵魂。凌烟阁便是祭坛。诡异的是，凌烟阁建成之后，这些名臣真的开始陆续死亡，半年中便死了17位。特别是大将秦仲在弥留之际，竟然向为他诊病的祭道人证实，这个传说确实是真的。师父，你可信？我不信，我不相信有命运这种东西，所以也没有什么逆天改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是这24个人之一，我的经历就可以彻底粉碎这个传言。而且作为北征魔族的副帅，我最清楚人类为什么能战胜魔族，在于国事，在于明君，在于万民用命，亦在于魔族多年受灾和内乱。这和逆天改命有什么关系？太祖当年能得天下，也是同样的原因。哼，凌烟阁上24功臣献祭星空，在我看来，那不过是陛下的帝王手段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罢了。国教的人就要来了，可我的疑问还没有解答。前辈，命途就在我们自己的脚下，只看你怎么走，怎么选择自己的位置。想想太宗陛下当年的百草园之变吧，没有命运，只有选择。前辈，前辈，记住，位置是相对的。位置是相对的。那是我的命星。
这里是我体内的小天地，星辉，全部都是星辉。这就是要去天书灵官杯的学生。驾！这些都是大招式前3甲的考生，他们是去天书灵官杯悟道的，大周的未来全靠他们了。位置是相对的，所以如果无法改变自己的命星的位置或者亮度，那么改变周围的其他星辰也可以造成相同的效果。同理，如果无法直接改变自己的命运，那就去改变那些你生命中最亲密的人的命运。怎么了？没事。通过改变他人的命运来改变自己的命运，这种事真的可以做吗？哪怕街巷尽数变成颓垣，哪怕千万人血流成河，没有命运，只有选择。我刻苦修道，就是为了得到这样一个选择的权利吗？这就是我要的逆天改命。喂，我不知道你遇到了什么事情，但是我想提醒你，你努力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今天。而且对修道者来说，最终我们能走多远，就看在天书灵里能参悟到多少。我明白，谢谢。那就给我振作一点。对了，你昨天晚上在凌烟阁，大概还没有听说，我们找到周元了。我前天就已经知道了。啊？那你不告诉我？忘了。你。哼，周元里到底有什么？原来你也有不知道的事情啊！万宝全书就缺你这只脚喽！滚！周元呢，就是周毒夫的小世界，每10年会在城市某处出现一次。所有被周毒夫打败的绝世强者的兵器，据说全藏在那里。最重要的是，周毒夫自己的功法秘籍也可能留在周元里，所以大周、妖域和魔族都将争夺周元当作头等大事。这么说，进入周元后找到的东西都归自己，不用交给朝廷。按功行赏是基本原则。而且我跟你说，周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，这对年轻修行者们来说是最合适的试炼之地，而那些宝物是最好的激励。但是不知什么缘故，只有通幽境的人才能在周元里生存。所以说呢，这次天书灵悟道才变得无比重要。它决定了1个月后将会有多少人能成功破境进入周元。天书灵到了。哎，天书碑不是都在灵上吗？为什么看不见啊？应该被树木挡住了吧？这个人啊，就是天书灵中的碑士。碑士，他们一辈子都在这里破解天书的秘密，而且发过血誓，终生不出天书灵一步。啊，探究天道当然是乐事，但是生命难道不应该是因自由而喜悦吗？怎么能尽数放在这片青山之中？切，要你同情，世间多少修道之人羡慕还来不及呢。喏，怎么这么慢？真想直接就飞上去。闲人退避，观碑者请随我入陵。
天书碑便在山道之上，请诸位自便。快点，抓紧时间！为何大家这样着急？奇怪的反而是你，你怎么这么不着急？我已经通幽了。很得意。这个真没有。我已经说了，对修道者来说，观碑就是最重要的事情。晚一步看石碑，就有可能晚悟到10年。只有那些鼠目寸光的家伙，才会把破镜通幽当做观碑的目的。你还要我说几遍？你不也还站在这里？因为我觉得你今天有问题。据说天书灵观碑只有一条路，看完了1层的石碑，才能够去上1层。你又想说什么？天书灵有几层？我不知道。准确的来说，没人知道天书灵有几层。为什么？第一，我不是碑士；第二，我不是导游。反正你只需要知道，那些石碑只能一座座看过去，最终能过几关就看你自己的悟性了。最后一个问题。说。据说祭天的时候，圣后和教宗大人他们会从一条神道登临天书灵地。那条神道在哪里？神道在南路。那从神道走，应该就能直接登顶了呀，不需要一关关过吧？你想走神道？不能走吗？当然能走，只要你有本事。有人看守吗？谁？汉卿，大陆第1神将。汉卿镇守神道，几百年来还没人能闯过去，就等你了。你别生气嘛，我的问题问完了。你还不登临观碑，又发什么疯啊？我想随便逛逛，你不一定要跟着我。呸！我有这么离不开你吗？你不是？为什么我就不能去天书林呢？我要去找先生。洛洛殿下，您想进天书林随时都能进，但不是现在。您大朝时不是还没有成绩吗？这是规矩。那哲秀他为什么能进？哲秀靠的是军功，而且接下来的周原之行他是重要人选，所以希望先生能帮到这个可怜的孩子。卧服哲秀的问题比您的问题棘手太多，就看陈长生能不能再创造奇迹了。这是天书岭南路了，黑石屏，这就是天书林的神道吧？这位是？大陆第1神将，果然。哲秀，怪不得500年来从未起身，却没有一个活物能在他面前通过。我一直都在国教学院等你，你怎么没有来？我说过会来找你，但没说什么时候。你，晚辈有礼了，快走。怎么了？差点被汉卿发现。陈长生现在不该在观碑吗？怎么会去神道？他进了天书陵之后，一直在四处游逛，似乎在看风景。看风景？是，从清晨到现在，他似乎已经绕着天书陵逛了1圈。在天书陵里不看天书，只看风景，他究竟想做什么？有趣，真有趣。再探。是。
都快1天了呢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没吃过东西。今天晚上住在哪里也不知道。我想你一定也不愿意和那些人住在一起吧？我认识的朋友也真是奇怪，一个说不停，一个又不肯说。我不是你朋友。嗯？这里居然还有人结庐而居，一定也是修道之人吧？这位先生，您是这间草舍的主人吧？我们2个也是来观碑悟道的，请问能否在您这里借宿1晚？你做饭？我饱了，你今天很不正常。我刚刚还说你和唐36是2个极端呢，怎么你也……整整1天什么都不做，在我看来是非常愚蠢的，浪费生命。你也不是那种人。我有些事始终想不明白，所以暂时不想做什么，至少今天不想。活着是最重要的事吗？不是。那对你来说，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？清醒的活着，或者清醒的死去。你欠我的东西，现在给我吧。你到底想问我要什么？我的经脉有些问题。我知道，你们妖族都有这个问题，但我比别人严重10倍。你确认我可以帮你？你能帮洛洛殿下，便有可能帮到我。发病的时候极其痛苦，最严重时更会令我失去理智。我也不知道自己发疯后会发生什么。所以对你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清醒。我不想像一条狗一样什么都不知道的活着。好，但我不能保证什么。先帮你把把脉。你这么多年来，你一直忍受着这样的痛苦。这症状是心血来潮，你居然能活到现在，我不会死。你在哪里啊，陈长生？陈长生！36，我在这里。我真是担心你脑子有进水，直接出了天书陵。这里是圣地，又是在别人家里，你能不能文雅一点？哎，居然是你！哈哈，知道这里要债来了。哎，能解决的话就赶紧解决一下哦。我会尽力的。这位是？啊？去！糟糕，被破法了！天树林中除了汉卿，还有谁有这种本事？难道是那个人？他怎么跟陈长生混在一起了？回！哼，敢到我这里作妖！此人的真元好惊人呐！你是寻梅？不错，我就是寻梅。没想到还有人记得我啊！踏雪寻梅，怎么可能没有人记得前辈？您可是37年前那届大潮市的首榜首名啊！37年前，这么说，他是我的朋友陈长生，和前辈一样，拿了本次大潮市的首榜首名。原来今年大潮市已经结束了，难怪今天多了这么多人。你的真元如此弱，居然能拿到首榜首名，真是一代不如一代。前辈这就不客观了吗？即使让天机阁来点评，今年大潮市的实力也要比前辈那年强一些。那是因为那一年有2个人没有参加。哦，对哦，我怎么把他们给忘了？如果另外2位前辈王破和嚣张都参加的话，
前辈。很多人都以为他早就死了，在天书陵里关被37年，真是难以想象。他是不敢出去吧？唉，我不该当面提那个名字的。啊？你们难道不想解释一下吗？乡下人真是麻烦。这位荀前辈呢，就是当年毛秋与毛院长最看重的小师弟，曾经是天道院的骄傲，天赋惊人。可惜天意弄人，在同龄人当中，有人比他的天赋更好、更优秀。荀梅前辈曾经与其比试不下100次，竟然全输了。20年前，我曾经请你来京都劝他出来，但你没有来。他自己不想出来，那么谁也没有办法劝他出来。那为何今天你来了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他今夜会出来，所以我来等他。那个压了荀梅前辈半辈子，以至于让他在天书陵中一待37年的大天才，就是天梁王破。我在天书陵37年不出去，不是不敢，只是我知道现在还不如王破。那么出去又有什么意义？没有打过，又怎么知道不如他？把自己困在天书陵里，难道就有什么意义？37年来，我把所有时间都用来关北武道，却依然没有办法追上他。我也很想知道，活着的意义是什么。如果前辈不是一直留在天书陵里，逍遥榜上肯定也能排入前5。但终究不是第1，还在他的后面，不是吗？难道待在天书陵一直不出去，就能保证有一天会超越他吗？天书陵是一种可能，超越王破的可能。只要我在天书陵里，总有一天就能成功登顶，彻悟天道真意。到那一天，王破如何还能是我的对手？前辈，您这37年看了多少座碑？最开始我用了3个月就看懂了17座碑，后来越来越慢，真的记不清了。也许你已经记不清37年一共看了多少座碑，但我想你应该能记住已经有多少年没能再破解1座碑的碑文了。我记得王破当年在天书陵只看了31座石碑便离开了。我虽然记不清了，但我很肯定我比他看的石碑多。那又如何呢？以王破的天赋，他要是留下来，肯定能再多读几座石碑。可他为什么坚决的离开？因为他清楚自己的极限在哪里，继续留在这里就是一种浪费。你们是说我在天书陵这些年都是在浪费生命？不，他的天赋远胜于我，除了天书陵，还有什么能帮助我超过他？天书陵外，能有什么比那些包含无上妙义的石碑更能帮助我修行的？你说，你说。有很多，战斗、风雨、天地自身，还有贫穷苦寒。最重要的，天书陵外有生死。但这是37年啊，那上面还有很多座石碑我看不懂。我真的很想知道，如果我能登上陵顶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？要我这样离开，我如何能够甘心呢？他要去哪里？去看碑吧。37年来，也许每个夜晚他都是这么度过的。不对，他是去陵南。他要闯神道，登顶天书陵。该有个了断了。荀梅前辈，年轻人有什么事？
为什么？谢谢你们，是你们用勇气、心智、青春让我醒了过来。现在，我要去见证真实。如果您真的醒了，就应该出天书林去找王破一决高低啊！我的敌人真的是王破吗？不，37年之后，我的阴影早就不再是王破，而是他。他已经困了我37年，现在该是破账的时候了。但是，请小心。逾线者死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哼，这都看不懂。有人要闯神道，居然有人敢挑战汉卿，是谁？寻梅前辈。寻梅前辈居然还活着，他一直都在天书林观碑。废话。嗯，怎么就你们4个来了？其他人呢？他们在观碑，舍不得离开。我不想退，也不能一直这么站下去。那么总要试试看能不能越过这道线。当年王破也是这么说的，但最终他在这里站了1夜，也没有向前踏一步。原来前辈知道我是谁。你在天书林看碑看了37年，我便看你看了37年。今夜既然破了心障，为何不离开，却要来一试歧路？不，我的心障就在眼前，只是看到并未破去。至于歧路，未必不是正道。君妹，虽然你真的不错，但我是守灵人，守的便是天书林的规矩，所以我不会留情。我知道。天人感应吗？寻梅前辈究竟修到了什么境界？这才是踏雪寻梅。前辈，怎么样？前辈，妈
麻烦送我出灵。我在这里待了37年，不想最后还要死在这里。哦，请放我下来。师兄，我让你失望了。你这是何苦来呀？终究还是醒了过来，一算幸运。真没想到你会在陵外等我，但我没想到你会这样出灵。这些年也让你失望了。今夜一战，你化形为血，一窥神圣大道。如果汉卿不是穿着那身盔甲，未必能胜过你。若以境界论，你已经超过我。真的？你知道我从不说假话，即便是此时。从12岁开始，我和你交手127次，从来没有胜过。没想到最后却让我赢了一仗。值得吗？谢谢两位。你又发什么神经啊？你不是问我今天出了什么问题吗？现在我可以告诉你，因为昨天在凌烟阁的所见所闻，让我突然对修道产生了厌恶和抗拒。哦，原来是迷失人生方向了，怪不得一直绕着天书岭打转，就是不肯上山观碑。其实是在故意逃避，是吗？不错，但是今天你们和寻梅前辈却点醒了我。一直以来，我执迷于自己的生死，就和寻梅前辈执迷于天书灵一样，这皆是心障。其实，只要顺心意就好。我原本修的就是顺心意，却渐渐忘了初心。你们人类就是想的太多。你那句清醒的活着，或者清醒的死去，我也会永远记住的。喂，天都快亮了，你去哪儿啊？天快亮了，正好观碑。原来，真的只能破解一座石碑，才能去下一座石碑吗？这里就是大道的起点。道书上说，解碑之法有万千，各随机缘。但自古以来，主要有3法：去其形而练真元，去其意而动神识，去其势而拟见招。但是，这3种方法真的正确吗？世上第一个破解天书碑的人并不会修仙，他又是如何参悟的呢？而且碑文若是不可辨的参悟对象，为何大家解读出来的信息会完全不同呢？这是一江烟水照晴岚，两岸人家皆画眼。淡河从一段秋光，卷香风10里珠帘。今天非得解开赵青天的题。快走！你说天书岭有一名碑士失踪了？不错。年光先生从残存的真元气息判断，可能是鬼眼作祟。鬼眼嘛，
看来随着教宗大人的表态，他们对国教学院和陈长生的恐惧越来越强烈，不惜铤而走险了。但是他们敢在国教的至高圣地天书陵动手，也实在出人意料啊！莫非是圣后娘娘？哼，娘娘太强大，国教学院和那孩子在她眼里不过是一只蚂蚁，想捏死随时都可以捏死，不会搞这种伎俩。只是有些人在发疯罢了。他们莫非还敢在天书陵杀人不成？不许杀人，观碑悟道最重要的是心境。他们只需破坏陈长生的心境，重则走火入魔，轻则真元涣散，至少无法得到足够多的提升。1个月后，陈长生进入周原，就等于是去送死。那要不要马上传话给年光先生，请他帮忙？年光啊，他也不见得喜欢陈长生啊，那如何是好？去找年光也可以，不过告诉陈长生，归根结底，他要自己来解决这件事。天书陵是圣地，亦是大牢。是。而且周通可能就在陵外等他。是了，便是如此。哦，便是什么？啊！我还能再撑一会儿。让我再看会儿。出了什么事了？没事，只是读碑神识消耗太多，识海有些震荡。我们能不能再次借宿？临上晚间也不得安宁。这是寻梅前辈的房子，我也只是暂居而已，就是地方小了点儿。哎呀，你们，哎呀，我得先睡一会儿。读碑真是累，饭随便点就好了啊，7荤8素有个汤就可以了。哎呦，你与识海相连的主督脉夹层有些问题。所以每当识海涌动时，都会心血来潮。如果心神消耗过巨，一旦压制不住，到时候谁能救你？这才第1座碑，何必着急呢？当年周督府只看了一眼赵青碑，便去了第2座碑。你说过，比起变强，清醒的活着，才是最重要的事。是的，但在我的世界里，如果不够强，也没办法活太久。你今天怎么样？把碑上的线条与自身经脉相对应，然后调动真元，从古至今都是这样解，还能如何？几千年了，你们北人还是只会用这种傻乎乎的办法。天书碑文怎么可能是真元运行的线路？明明是神识感知的方法，好吗？哟呵，搞得好像你们男人都已经得道升天了似的。哼，那为何天书碑是由我们北人掌管？你历来修道的经验证明，可以有万千种解碑的方法，个人有个人的机缘，只有天书碑自身才能辨别对错，多真无益。切，喂，你说呢？依我看来，这2种方法都不见得是最正确的。啊？还是你牛？难道你持天书不可解观？我只是认为，现在世间常见的这些解碑流派，都已经偏离了天书的原本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认为碑文的原意，
应该存在于碑上刻痕的光影变化之中。700年前，汝阳郡王陈子瞻也曾持你这种看法。是的，但我认为此法不可信。为何？因为清风繁星、烈日慧雪，光影变化难以计数，根本不可能全部观察得到。而且你要找到其间变化，总要挑选一个基准。你要怎么挑？感觉。你这也太离经叛道了。修道问自心，我只问一句，好不好用？寻梅前辈在此观碑37年，一定对此有过深入思考。如果还能请教他就好了，应该就在这屋子里。我早该想到的，快找！你们在找什么？寻梅前辈的笔记。哦，大家一起找。你们看看，是不是这个？你怎么知道他在那儿？哦，刚才我看饭桌不太平，所以就随手抓了一叠破纸垫在下面。啊？大家别冲动啊！嘿嘿嘿嘿。哎呀，住手！快住手！啊！我的个天，他竟然找到了7种解赵秦碑的方法。前辈果然是前辈。哎，你干嘛？赶紧打开再看看呀！我们现在连第1座碑都没有过，把这一段看完就够了。贪多冒进，有害无益。不错，观碑岂是1日之功？今天大家神识都消耗不少，还是早点休息吧。你已经看了2天碑了，应该已经看懂了，不然不合道理。我想等等师弟们，你呢？有些东西也许还要印证一下。看了寻梅前辈的笔记，我又有所悟，想再去看看。我也正有此意。哎，看，有人来了，是谁啊？陈长生，他怎么来了？哼。有所得，你还是坚持用最原始的那种解法。也许笨些慢些，但最适合我。什么是最原始的解法？发现为数？不，最原始的解法就是把真元、神识和招式都尽数忘却，然后……哼，荒谬至极！哪里来的无知小儿，竟然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！师叔，这位是我怀院前辈季进先生，奉道于天书林已有20余载。哇，是老前辈！前辈，失敬失敬。真元、神识、招数，世间唯有这3种才是道门正宗，其余都是邪门魔道。不要拿个手帮手名就狂妄的没了边儿。这个人好生奇怪，就算固执守道，这样也太夸张了，明显带着极大的恶意。怀院曾受那些人指使，企图在大朝事中暗算我。那么寂静的突然出现，如果再妖言惑众，我便禁止你观碑，以免玷污圣地。是了，此人就是来故意找茬，阻挠我观碑修行的。好，那就来吧。前辈，你错了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前辈错了。什么？季前辈错了？怎么可能啊？这怎么可能？是啊。陈长生，你太无礼了！错了，便是错了。你敢？天书碑前没有一定之法，一定之规。前人之法可以真实，但切不可认为已经穷尽。如果后人连超越前人的勇气都没有，如何能一代胜过一代？对，有道理。万溪风光不同，终究同入大海。哈哈哈哈！好一副尖牙利齿，
既然道理说不通，那就只好手下见真章了，看看你这条溪流到底能流多远。够了！是年光先生，正是他。来的真是时候。刚才寂静先生说的很有道理，不过你坚持开创新路也是有勇气，并无不当。谢谢。季兄，你初入灵时，人人赞你心静如水，今天却怎么了？莫因小不忍坏了一生修行啊！哼！天书灵是圣地，严禁争吵喧闹，更不许动手伤人，违者教规难容。年光先生，你也别说了，明天还要继续观碑，早点歇息去吧。师叔，现在怎么办？我是碑师，如果被发现出灵，就完了。急着找你当然有大事。再说，用周大人的车来载你，谁敢查？是要对付陈长生吗？本来不想动用你，可惜鬼眼不小心被寻梅破了法，立功那边有了警觉，不能再找外人潜入了。天书灵里不能杀人，没让你杀他，只要别让那小子顺利解碑就行。办法你想。寂静兄，别让我们失望。如果有人比陈长生率先解碑过关，会怎样？这小子是本界的首榜首名，听说教宗也对他寄予厚望。如果落于人后，应该会有压力。师叔的意思是坏其心境？现在有年光先生给你护持，没人再敢阻碍你观碑了。但我与他并不相识，为什么会帮我？而且出现的时机也太过巧合。陈长生，新教士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国教领导嘛，来这里还不跟玩似的？哦，主教大人让我来给你带个话。你们聊，我先回草舍。是这么回事。陈兄，你怎么才回来？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三师弟，也是半壶的弟弟梁孝晓。你好。他是去年大潮市的首榜首名，你们俩一定能谈得来。这几日三师弟一直在东庭碑前入定，刚刚才来找我们。东庭已经是第6座碑了，三师兄，你真了不起。哼，一年才到第6碑，历届首榜首名里也只能算一般般吧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三师兄，他就是这样的人，别理他便是。有人要破境啦！据说是未解碑先通幽啊，一定是大场面。那还用说？哎，你们在说谁？钟会。哦，快去看看！哎，走。钟会。怪不得会突然破境，原来是寂静传了真元给他。这也可以啊？没人说过这不可以。可是，这至少会损耗寂静1半的真元，而且半月内，如果钟会破不了境，就会白白浪费。他们这么不惜血本，到底是为什么？这是破境的前兆。怀院的祭天丸。哇！
恭喜师兄破境！好厉害啊！真的破境了，真的了不起！多谢师叔。陈长生，我知道你在大潮市中已经通幽，可惜只是初境。如果是通幽中境，就能直接过赵秦碑了。但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是了，所以你这个首榜首名在我面前已经一钱不值，因为名次榜上，你永远将排在我的后面。这算哪门子首榜首名啊？丢人现眼！主教大人说，那些人会不择手段破坏你修道的心境，只要你还在天书陵一日，便一日不会罢休。原来如此，强行通幽就是为了强行解碑，以此来羞辱我，企图扰我心境。那么好吧，我就来跟你们玩一场暗战。既然没话说了，那我就先走一步了。恭送师兄！哇塞，想不到今年第一个解碑的竟然是钟会。那今年这个首榜首名，岂不尴尬至极？不是尴尬，是丢人。嘿嘿。师兄也真是谦虚，只说先走一步，但这一步相差何止千里。有些人光着脚也追不上喽。我先走了。走吧，走吧。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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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散了。喂，我说，你真的一点都不生气吗？原来天书碑真的能自己判断观碑者是否已经读懂碑文，太神奇了。你能不能有点正常人的反应啊？观碑是修行，又不是龟兔赛跑。重要的是到达终点，谁先谁后与我何干呢？昨晚大家已经看了寻梅前辈的笔记，一定有所悟。清早无人，正好修行，还在等什么呢？你在发什么呆啊？懒得理你。如果能把以前的那些念头尽数忘却，或许便可以解碑。哈哈，我来了！他的血脉问题，也许会晚一点。现在该我们了。不，我还不行。不可能！你既然不在乎输给钟会，那还在纠结什么？不是因为别人，是我自己。我总觉得还差了些什么，难以完全说服自己。难道你想重新再想一个方法？你知道这很危险。我修的是顺心意，不能勉强自己。告辞。你说陈长生这些天一直在种地，根本不去观碑？应该是目击了钟会当先解碑，又遭到众人嘲笑，陈长生心态失衡，修道难以为继，以此来修复心境。国教修心八法中确有以劳作平息心境的法门。季先生辛苦了，可记手功。你们这是在向圣后邀功吗？不敢。再去看，这小子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
7天了，还不去吗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昨天又有3个人过了赵秦碑，连庄焕与苏墨鱼这种杂鱼都过了，知道吗？祝贺他们。你，时间不等人呐。如果真解不出的话，那也就算了。气死我了！无论如何，切不可想迂了。我知道。哎，哲秀，我又想到了一种新的疏通经脉的方法，今晚我给你试一下。怎么，连你也沉不住气了？我确实有点看不懂，是我们把陈长生逼太急了，还是激进的心理战术得逞了？你呀，居然还不如一个孩子。我相信先生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直到现在还不去解碑，但我很肯定，他一定会让所有人再一次震惊的。哦。 15天了，我已经看到第3碑了。哈，可以啊，36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快要破镜了。是吗？那真好。那么你呢？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？36通幽是大事，不能大意。麻烦你也帮我盯着点。他到底是怎么了？又是哪个筋搭住了？我本来认为他的进展至少不在我之下，但是现在，如果是心境出了问题，那麻烦就大了。情况就是这样。已经23天了，看来这次陈长生是真的不行了，倒让我们白白紧张了这么多天。再璀璨的钻石又能猛烈燃烧多少时候？要知道他去年可是整整燃烧了1年，应该没问题了吧？雪雁北归了，这么说还有几天就要出发去周原了。主教大人说，1个月后周原开启，你必须在那之前出来。那么好吧，就这样了。哎，他怎么来了？不是已经自暴自弃了吗？难道是想垂死挣扎一下？这是个家字啊！这是个江字。燕、赵、秋、从、郭。哇！一江烟水照晴岚，两岸人家皆画檐。淡荷从一段秋光，卷香风10里珠帘。2000年前，道门之主从碑文中看出了这首诗，刻在了崖上。后世之人都以为内藏深意，所以穷尽心智上下求索。其实诗便是诗，观碑者只需要看到、懂得，根本不需要别的多余的想法。主教大人，
主教大人，陈长生他开始解碑文了。啊！哎呀，他居然也解了赵秦碑，到现在才解开第1座碑，没什么了不起。对呀，还不如我们呢。呵呵。喂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半天就解开2座碑，我就知道你行的。嘿嘿。祝贺，谢谢。总要有个道理。天书首先应该是书，不需要破解，只需要理解。啊？我先走了。哎，你这就要回去啊？也对，好好歇一下。我是说去那里。啊？陈长生解了赵秦碑，哼，这时候才解了第1座碑，还能有什么前途？啊，不是1座碑，是6座碑。他现在已经到引江碑了。哦。韩兄，原来如此，了不起。你也是，你的解碑速度至少能排进10年里的前3了。其实，在钟会破境前的那一晚，你就已经解开了赵秦碑了吧？居然连我都瞒住了。并非故意要瞒着韩兄，只是那些人一直窥伺在侧。如果我太早解碑，他们肯定会另施伎俩。我倒无妨，但连累大家修行就不好了。你这些天一直都在草舍，难道碑文都已记在心里？我出来京都的时候，就已经看熟了天书碑的拓本，何况还有寻梅前辈的笔记，所以不是一定要坐在碑前。这些天我种地也并非只是在做戏，所谓道在自然，吃饭穿衣皆可修行，否则今天解碑也不会那么顺利。我第一次觉得，你若继续走下去，真有可能会成为邱师兄的对手。解碑方法还是有问题，只是时间来不及了，只能先走走看。先走走看，天书灵对很多观碑者来说，想要向前一步，都难如登天。如果让别人听见“先走走看”这4个字，除了羞恼，还能有什么情绪？我准备走了。看来你决定要去周原。先走走看。请。你说什么？陈长生连解了乾陵17碑，怎么可能？比王破和嚣张当年都快得多，真是惊世骇俗。如果不是姓陈，我真要怀疑他是不是周毒夫的后代了。你说过他已经完蛋了，你说过的。我们都被他涮了。好小子，我都差点看走了眼。事到如今，已经顾不了国教那边了。再不下狠手彻底解决，也许就会不可收拾。修行1年至通幽，观碑半日进引江，不愧教宗大人看中的孩子。京都各处都在这般谈论。同样是1日看尽乾陵碑，但周毒夫当年是真的参悟了，陈长生他还差得远。臣不是太懂。当年周毒夫漫步天书林，眼落碑文，步踏庐间，境界气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。但陈长生看完乾陵碑，却依然还是通幽初境。哼，你说他是真悟了吗？娘娘人在深宫，对天书林中的情况却了如指掌。但半天就解了17座碑，也很了不起了，至少比我当年强多了。但你解碑时当即巨星成功，他呢？就算他把所有天书碑全部看懂，但境界没有任何增益，又有何用？我现在最想知道的
是他看到乾陵最后那座碑时会是什么反应。道藏中说，天书陵乾陵只有17座碑，为何这里还有一座？啊？断碑。那娘娘，您看陈长生还有机会吗？能看到那座断碑，也许已是他的极限。他太过沉稳。而且修的又是什么顺心意，年纪轻轻却波澜不惊，如此患得患失，哪像周独夫当年灿烂如朝阳，气势狂飙，任何事拆天一脚，挖地3尺也要问个究竟。修道修的是心，性格决定命运，也决定修道者能够走多远。陈长生不行。当年天书碑一落地即生根，与大地最深处相连。究竟是何等可怕的力量，竟然能将这座石碑打断？如果是人，那人是谁？又是怎么做到的？打断的石碑又被他带去了哪里？这是一个警告吗？对我，又意味着什么？寻梅前辈，现在我要去见证真实。我走了那么久，那么远，也只是为了见证一个真实。寻梅前辈为此甚至不惜赌上性命，而我还能输掉什么？又在怕什么？既然要顺心意，既然意难平，那就不要气自己。什么？好孩子，今晚注定不会平静，你也去吧。是，有人恐怕已经在路上了。第18块碑虽然无迹可寻，但它既然也位于陵前，那么从前17块碑中，应该能推断出一些信息。赵秦碑、冠云碑，看不出规律啊，难道还不够？车贵碑、颍江碑、积雨碑、东亭碑，太复杂了，碑文太多，根本无法完全关照。不好，神识瞬间耗损太过，尸骸震荡，再这样下去会走火入魔的。所有碑文加起来的复杂程度，远远超过了人类精神力的极限。这是条死路，那么就到这里了吗？纵列。对了，天书碑在山道上依次排成纵线。这样的布置方式，难道只是随意的吗？会不会后面被挡住了？去除碑体还是太复杂了。既然要寻找整体的规律，那么就应该有共有的东西，再简单一些。这是星辰。这些点的数量比真实的星辰要多得多。
没道理用复杂的图案来表示一样东西。难道？没错，这些线条是星星移动的痕迹。线条的两端是星星最初和最终的位置。可是，天上的星辰绝大多数并不是流星，根本不会移动啊。除非，原来天上的星辰一直在移动，只是站在大地上的人看不到。所以，位置是相对的，逆天改命是可能的。王前辈说，没有命运。是的，根本没有确定的命运。我，陈长生，终于破解了自己的天书。什么？真的吗？不会吧？这是什么？从来没见过。仿佛当年。缺的就是断碑上的星图吗？这是那块黑石。一夜星耀，人人通幽。我们回去。陈兄，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，一路保重。你真的要留在天书林，不去周原吗？我昨晚懂了一件事，这些天书才是我们修道之人的根本。周原虽好，又如何能及天书林万一？虽然我和你一样都已是通幽上境，但至少还要把乾陵17座碑看完。因为我们是对手，我不能输给你。好。三师弟和七剑也会去周原，请帮我关照一下。你才说过，我们是对手。对手不代表不能彼此照顾。有道理，但我真的不认为自己有能力照顾他们。我看重的是你在别的方面的能力。我答应你，堂堂通幽石石海镇的要留在天书林中休养，也拜托你照顾一下，这些药给他调理。放心。这小子虽然嘴碎，但我还搞得定。天海圣雪还算是一个有气量之人，只是这门造的也太违和了吧？啊！先生，你回来了！昨晚我都看见了，你太牛了！哲秀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要和你一起去周原。为什么？因为堂堂已经出了钱，所以我要保证你的安全。周原里可能很凶险。是的，所以事后我要找堂堂加钱。可我真的不需要保镖啊。你怎么想不关我的事，而且你还要替我治病。好吧，那至少现在不用跟着我。这算赠送。那个，教宗大人刚才传信，让你不要忘了之前的约定。过些天来见我。
青叶感应，客人到了。教宗大人，来，坐。随意些，我知道你心里有很多疑问，接下来我会把应该告诉你的都告诉你，有不明白的可以直接问我，能回答的我自然会答你。好。你的老师叫季道人，他还有个身份，是曾经的国教学院院长，也就是我的师兄。换句话说，你是我的师侄，我没有收过任何弟子，所以你就是我们这一门唯一的传人。那么我当然要照看着你。我和你的师父有仇，有大仇。我曾经杀过他一次，没想到他活了下来。我年纪大了，也懒得再去杀他一次。再说是他犯了错，跟你没有关系。我师父当年到底犯了什么错？这个梅主教他们会告诉你。你师父同意你进京退婚，没有刻意隐瞒季道人这个名字，也就是没有想过要瞒住我们。甚至我想他就是要我照看你，而我也一定会照看你。你师父真是天下最了解我的人。我能进入国教学院，莫非是教宗大人？你进国教学院只是一个巧合，让墨雨带你进童宫才是我的安排。我也没想到接下来你能弄出如此大的动静。但我应该想到的，你既然是我们这一门唯一的传人，又哪里需要我的照看，需要我的安排？不错，你这个孩子真的很不错。我知道你在想，为什么我要跟你说这些？答案很简单，当年你师父险些让国教断了传承，如今你就有责任把这个传承重新接续起来，所以你要做好准备，接我的班。您的意思是，要我做下一代教宗？我已经说过了，你是我门里唯一的传人。可是愚人他……所以你这次去周原，有些很重要的东西必须要确保拿到，因为你现在代表的是离宫。谁会和我争？所有人都可能是你的对手，但我只担心一个人。3天前徐有容已破通幽上境，所以这次他也会进周原。秋山君呢？他已是巨星境，再进不了周原了。秋山君巨星成功了，所以无论你和徐有容在周原如何，他都没法打扰。这难道是国教学院的令牌？是的，从现在起，你陈长生便是国教学院的新任院长。居然用火晶夜宵来看守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比比速度。坤位，去吧。前辈，是我来看您了。这些天我一直在忙大潮市的事情，后来又去天树林观碑，所以直到现在才来。您还好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忘了您对这些俗事不感兴趣。我能拿到大潮市的首榜首名，都是因为您的帮助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谢您，只好带了些您喜欢吃的。还热着呢，不着急。这是。
还有件事，我想要告诉你。我马上就要出趟远门，可能又有很长时间不能来看你。这次是去周原。我知道此行非常凶险，但我必须要去，因为教宗大人说可能会让我接掌国教。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荒唐，但是，而且你知道吗？我的未婚妻徐有容，她也会去。您别误会，我只是想当面向她退婚而已。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好像没有了。那便告辞了，等回京都后再来看你。你在怕什么？是不是怕他一去不回来，白费了你的苦心？在我面前还不显露真身？宁肯舍了眉心的真龙之血，也要帮陈长生。你难道真以为能瞒过我去？我不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无论你想让陈长生做什么都不可能，因为他实力不够，至少还得再等200年。可是他的宿疾却让他很难活过20岁，所以你的计划成功可能性基本等于0。那又如何？但如果你肯帮我做件事，我10年后就放你出来，这交易是不是要靠谱得多？你想做什么？帮我弄清楚陈长生究竟是什么人。我不懂你的意思。我要知道他究竟有多大，祭道人为什么会收养他，教宗又到底在打什么主意？我怎么能打听出这些？因为他信任你。如何？好，我答应你。那你先帮我把这个东西弄断啊。何必如此麻烦？我取出你3缕龙魂中的1缕，跟随陈长生去周原。如果离魂不归，会是怎样酷烈的下场？你很清楚，好自为之吧。先生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饭菜给你留着呢。谢谢。你们就要出发去周原了，可我到现在还没通幽，去不了，真是没用。你的血脉很强大，只是妖族经络特殊，需要多些时间，别着急。哎，这里怎么会有老鼠？哇，还挺大！啊妈呀，龙！哎呀，不好！怎么了？哦，刚才我给轩辕疏通经脉的时候，他的真元一冲，没事的。是吗？快，有！前辈，您怎么出来了？而且为什么会是这个模样？你说你施展这种危险的离魂术，就是为了想跟我去周原玩玩？而且您现在法力大减，还要我来保护您的安全？好吧，请进。问水堂家听说你要去周原，特地送来的，说是可能用得着。这是什么？
竟和唐36是什么关系？就是朋友嘛，还能是什么？能把黄纸伞送给你，朋友的情面可没这么大。这是伞，很珍贵吗？你应该知道，汶水唐家之所以这么有钱，是因为他们能打造天下最好的武器。百器榜上的神器，至少有17件是出自唐家。你是说这是一件武器？准确地说，是一件具有天下最强防御力的至尊武器。据说能承受住巨星境强者的全力一击。你把真元灌进去试试。握紧了！万兽之力，哲秀，你来真的！小区成员了，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？你准备的怎么样？希望会被淘汰下来，有点担心。没关系，我也是。真的是紧张，不好准备。是啊，昨天晚上我们没说是第一次，对，你也是第一次。去看看就是。有点紧张。陈院长，辛教师，你怎么也开我玩笑啊？脸皮这么薄，怎么当领导啊？别愣着了，快上车吧。这辆车，你是说这次去周原是由我带队？当然了，教宗大人可把事都交付给您了，光荣啊，陈院长！时辰已到，出发。陈长生，他居然是他带队，当初何等可能啊！人家现在可是国教服务员。到时候一定要给他点颜色。驾！驾！这片林子便是周原。周原每次开启都会出现在不同的地方，甚至还曾浮于海上。你就是陈长生。啊，这位就是给这次周原之行坐镇护驾的绝世宗宗主。八方风雨之一的月下独酌朱洛。传说朱洛已达从圣境界，当年在雪老城外一举斩杀第2魔将，怪不得有如此气势。晚辈拜见朱先生。有人真是老糊涂了，居然让你这么一个小毛孩做国教学院的院长。说的可不是啊！周原要开启了！开启了！开启了！开门！开启了！开启了，城门。周原已现，恭请开门。哇，是彩虹！这是漂亮，有意思。哇！原来开启周原的钥匙，竟是一道彩虹。
那边应该是骊山方向，居然能相隔万里开去周原，真是匪夷所思。朱先生，周原已经开启，大家准备入园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只提醒大家2件事：周原开园时间为100日，必须在此之前出来，否则周毒夫也救不了你。第二，在周园中可以彼此争夺宝物，但是严禁杀人。流水瓶用来计时，回线引无论何时点燃，都能直接将你传送回周园大门。前几日都已分发给大家，保命之物务必收好。是。去吧，莫要贪而忘食。走。他还没来吗？数10年未见，依然如故。主教大人，我等是青药13司的弟子，因奉教宗大人旨意救治百姓，故而来迟，还请准许入园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万箭大阵会突然发动？难道有外敌入侵？这有危险啊！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连掌门的真剑长啸也压制不住。立刻传书离宫，魔族异动，周原有变。军师打开周原了。重新关闭了。周原并没有完全消失，说明只是受到了某种干扰而暂时无法通行。除非周毒夫复生，否则谁能干扰周原？也许还有一个人。
息。继续活着，至少要活到20岁，所以我不会让你轻易的去死，所以我会一直看着你。怎么？不知为什么，我总感觉这天空有些诡异，似乎有谁在窥探。不见了。人类查了数百年，今天才知道，原来魔族军师黑袍居然是个烛阴巫。为了谋害一些后辈，暴露了本门功法，你不觉得代价太大了些吗？要做成一些事情，总需要付出一些代价。苏黎，你在世间流浪了数百年，难道还没有想明白这个道理？你派了多少人前进周原？烛阴屋还有族人为你所用？怎么，担心你女儿？不愧是黑袍，居然连这件事都知道。这个世界上，我不知道的事很少。那你知不知道，我发起疯来有多可怕？你第一次发疯，骊山的万剑大阵差点毁了；第二次，长生宗一夜死了17位长老，6圣人从此成了5圣人。大家都说画家嚣张是个疯子，其实他连你的一根脚趾头也比不上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？因为我有信心。哼，有一件事我最无法理解，你凭什么能掌握周原？有时我甚至怀疑你会不会就是王之策大人。你找了我数百年，就是想找到这个答案。哼，现在什么答案都不重要了，因为我已经找到了你。无论你是谁，我都不会再放过你。黑袍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黑袍做出任何事，我都不会惊讶。好在周原自有其运行的规则，除了拥有者，谁都无法改变。黑袍再厉害，也最多干扰一时。过些时候，辕门应该会重新开启。1个时辰就能发生很多事。他进去了，得看他。周独夫果然是1000年以来大陆的最强者。他留下的这个小世界，比教宗大人的青叶世界还要大很多倍。那片草原的深处，1月方是员外1日，用来修行最好不过了。但已经有100余年，没有人能进入，因为据说那里隐藏着特别凶猛的妖兽。不过你想去的话，我可以陪你。那里的妖兽不是通幽境能够对抗的，所以你不要想太多。那么你想去什么地方看看？剑池。周原真的有剑池吗？虽然一直有这个传说，但是从来没有人见过。我一直没有兵器，所以想找把剑用。了解，走吧。我为了打开周原，施法录了踪迹，被你趁机而入。
但能找到我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杀死我。你杀得了我吗？哼！你找了我数百年都没找到，那么这次如果不是我存心故意，你又怎么可能找到我？所以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一切都是一个陷阱，就是为了钓你上钩？哼！最初我派人去京都刺杀妖族公主，就已经在布这个局，结果一切进展皆如所愿。每次我一想到你们人类因为抢到了周原钥匙而自以为得计的蠢样，就会笑得停不下来。不过秋山君那小家伙的表现确实有点出乎我的意料，让我不得不调整一下计划。你准备在园内杀人？不错。哼，你真有这等手段，几百年前就会用了。那是因为你直到现在才有一个视若珍宝的女儿，而她刚刚进了周原。如果你不知道我有能力伤害你女儿，又怎么会急着来找我？而你不来找我，我又怎么能把你诛杀？原来你做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杀我，太捧场了。不够不够，只杀你一个怎么够呢？我费了这么多心思，总要拿到足够的好处才行。你是我族目前最大的敌人，代表了人类的现在，必须死。哲秀太像当年的你，所以也一定要杀。包括你女儿在内的2个小姑娘，还有一个陈长生，他们代表的是人类的未来。周原重现，助我毁掉人类的现在与未来。如果它的主人知道，应该也会很欣慰才是。秋山君呢？苟寒石呢？还有王破、嚣张、梁王孙。慢慢来吧，总有一天能杀干净。现在你最好先关心一下自己。五族众将。终于要结束了。我记得一篇笔记里说过，这条河上游有道山涧，有人曾在涧下拾到过剑鞘。如果周原真的有剑池，也许就在那附近。嘿，住手！混账，慌什么？得罪见过陈院长。你们是？啊，在下清虚观观主福千松，这个是小徒，我们也是北人。你不要紧吧？应该无碍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此剑寺一位前辈曾在这里找到一件法器，当时因故不及带走，所以埋在了河畔树下。嘱托我们这次必要取回。可是这个人居然偷袭强抢，要不要脸啊？周原的规矩就是谁抢到东西就归谁，有什么不对？周原取宝确实各凭本领，我本不该向陈师兄求助，但此物乃我门中前辈相托，如果被人夺走，我实在无颜回去。哼，陈院长，你我可都是北人，他们南人不讲规矩，你可要主持公道啊！这件事用不着你管。时间紧迫，我师徒还要另出寻宝。陈院长，这边告辞了。等等，站住！小心！好霸道的山鬼分眼！两师兄。师傅，师傅，东西拿来。你刚才说了，周原有周原的规矩。过来赔罪。你，梁兄，适可而止。
谢谢，要不是你帮我挡了一下，我就死定了。你伤势太重，必须立刻出院。灰线引失效，难道周原被关闭了？什么？我已经帮你师父止住血，暂时不会有性命之忧。谢谢。最好不要一个人离开。灰线引失效，肯定是出了问题，还是先查清楚为好。周原开启只有100日，每一刻都很珍贵。难道你要我因为这种小事耽误时间？你刚才观战就已经花了时间，何必在乎再多花一点？好吧，这里距离辕门至少有数十里路，谁去查？你看，根本没人愿意去。既然是你提的主意，何不如你去？本就应该是我去，庄兄多虑了。你，如果诸位实在忍不住，可以在周围林子里看看，但最好不要走远。我有点事，你在这里等我。前辈，周原出现了异常，能否帮我去辕门处看看？前辈，什么？你还要收跑腿费？可这把剑是师兄送给我的，不能给你。这样吧，我可以答应你一个要求。我现在是国教学院的院长，以后可能会弄到很多奇珍异宝。哎呀，好严重的样子。哎，这没事吧？怎么回事？这要不急啊？应该没事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只是失手，而且这灰线引也根本没用啊！哎，你们看，太好了，是青药13司的医士，有救了。是，这下好了。师姐，那人伤的实在太重，你看。这就是圣光树吧？不对，后面那才是圣光树，前面是南方圣女峰的自然光。先把他安置到那边房中去，你们最好也一起待在那里，不要乱走。为什么？我们又没受伤。因为周原出问题了，大问题。如果不想死，最好听我的话。辕门关闭了，我们和外界失去了联系。来回速度这么快，你说关就关了？从天书林开始，你对我似乎一直都有敌意，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。不只是我，他好像看你也不太顺眼。切！当整个世界都对你有敌意的时候，或者你应该考虑一下，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？我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，发现也有可能是这个世界错了。我相信他。二师兄说了，如果在周原遇着什么事情，陈长生是最可以信任的人。二师兄，周原之门虽然关闭，但小世界的规则不可能被彻底破坏。
应该只是受到了某种外部力量的干扰。园门一定会重新开启，只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。有什么力量能够干扰到一个小世界？或者是力量足够强大，或者是对周原非常了解的人。我认为是后者。谁？有这个能力，又针对我们发难，只能是魔族的人，十有八九就是黑袍。必须想办法，赶紧通知其他人。周原太大，一个个找过来，我们耗不起时间。我也有其他事情。啊，还是我去吧。其他人如果还不知道周原关闭的事情，互相动手时不留后路，会出大事的。我们有必须离开的原因。明白，小心。叶小莲，你们就和福千松留在这里养伤。啊？我天亮前应该就能赶回来。所有找到的人，也会让他们来这里集合。嗯，好的。我去外面救人，你们留在这里，随时收治伤员。是，师姐。我走后，你们点燃烟花传讯，遇难的人看到就会来此汇聚。哲秀啊，你其实不用跟着我浪费时间的。看梁笑笑和庄焕宇所去的方向，他们应该也是在寻找剑池。那么你呢？你为什么要浪费时间？就是有些不忍心，总不能放着不管。强者的责任是让自己变得更强，这样才能保护更多的弱者。可能我没有什么强者的自觉，而且既然离宫让我带队，我总要承担些责任。何况这里好像也只有我会治病。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很简单，因为堂堂出了钱。有钱真好。而且我总觉得，跟着你，我不会吃亏。周原寻宝本已隐藏行迹，此人却故意暴露自己，应该是遇到麻烦了。啊，这是专业医师的手法，是断念香，原来是青药13司的师姐到了。有人帮着一起救人，我们应该能轻松些了。不是青药13司。什么？愈合伤口用的确实是圣光树，但这香的味道不对，应该是圣女峰秘制的无垢尘。忌讳圣光树，又有无垢尘，奇怪，这会是什么人？怎么了？你是真不知道，还是在装傻？不会是他吧？就是。师姐，他知道。本觉得他还有些用处，谁知道治得这么乱七八糟，只把外面的剑伤治了，里面还在流血，他就不管了吗？你是？啊？他什么时候会回来？应该快了。你不等他？哼！用圣光术止血生机，再用无垢尘凝神静音，这就够了吗？经脉里还有那么多湍乱的真元团，就不管了？有些人以为随便学了些法门，便可以治病救人，实在不妥。你可以把有些人3字换成徐有容。我可不是在跟他比什么。我不信。啊，速去盼山林与会合，看来那是一个聚集点。我们要不要去？不要。我还有事情要做，还有很多人等着我去疗伤。好吧，我还没做好准备。
陈长生医术精湛，徐有容更不用说，反应也很及时。昨夜周原竟没有乱起来。大人，小狼和陈长生正在一起，先把他们杀了吧。按军师的计划，如果人类内乱，我们就趁乱杀人；人类未乱，便应依序行事。我要杀他。徐有容不是普通人，按军师安排，我们应该先把其他人杀了，再合力杀徐，才不会有任何意外。我要杀他。陈师兄，这些人都是按你的指点过来的。他昨夜来过？嗯。他有没有说我什么，或者给我留什么话？没有特意留话。哎呀，这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？这是天子宗的废宗主，可是废宗主受伤并不重啊，怎么会突然死了呢？是毒，废宗主是被毒杀的。是谁干的？难道我们当中有魔族的卧底？也可能是有人趁机报私仇。青药13司已经在盼山灵屿设立了救治点，大家也去那里会合吧。人多应该会安全一点。事态有变，魔族已潜入周原开始杀人，必须要把所有人都找回来。有些人就是不想被找到，你怎么找？如果我判断没错，他们应该都在剑池。如果真有剑池的话，当年那位前辈就是在这里捡到剑鞘的。我上去看看。这是剑意，这里的阻力好大，绝对不是正常的水压。没发现什么。潭水深处有异常，我怀疑剑池就在下面。不过潭底压力极大，根本潜不下去，所以我想从这里跳下去，借着落势，说不定能到达。是要搏命吗？如果下面真有剑池，梁笑笑、庄焕宇，他们又是怎么过去的？我表示怀疑。他们既然有备而来，也许有秘法。但我能想到的只有这个办法，我应该撑得住，不知道你行不行？那边见。过来了。水潭底还有一座湖，两湖底部虽相连，上下却是颠倒的，这是天地异位。
阳卦。万云收。辟邪，你是魔族？你们是怎么看破这个局的？你坐在湖心梳头，确实很美丽，但谁都知道，在此时此地完全不合情理。最关键的是，陈院长的身体强度，不知为何竟比巨星境强者还要强大，连孔雀翎也刺不穿，这就注定了你的失败。孔雀翎。他们两人出湖之后，陈院长不知用何方法与那狼崽子达成默契，让你先动手，然后趁你不备进行反击。你想要伏杀他们，其实却是被他们伏杀。你的魔魅功法无法奏效，是因为陈院长有千卷道藏手心。至于那个狼崽子，他的眼里向来只有敌人，没有男人和女人的分别。23、24魔教。你的境界实力在他们之上，却被他们处处压制，真是很了不起的孩子，不愧是军师大人必杀的人类未来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刘婉儿，宝瓶座，他是我老公滕小明，金牛座，人还老实沉稳，就是没什么出息。什么宝瓶金牛？星域之间联系，变成图作。魔族相信每个人分属不同星域，命运和性格会受到限制。你就是那个狼崽子。你们远在通幽境之上，怎么能进周远？你猜？喊人！喂，你们两个差不多了吧？没看见我在流血吗？大人，虽说是你自己一意孤行，轻敌被俘，但我们也不会就这么看着你死的。小朋友，你看我们换人如何？换人？这换了人，你们更可以杀死我们。我以祖辈的名义发誓，你们是一定要死在周园里的。但同样，我也可以发誓，只要同意换人，我会给你们半个时辰先离开。如违此事，天诛地灭。魔族的誓言跟人类的誓言一样，都是狗屁。如何才能让你相信？首先，你要让我们相信，他有让你们尊重誓言的资格。他是南客大人。我不信。如果他是南客，我和陈长生再怎么样，也早就死了。南客是孔雀的别称，孔雀传说有剧毒，所以那些被毒死的人都是你干的。我们真正要杀的其实是你们，所以杀死你们之后，我们就会离开。如果你想少死些人，不妨配合一下。天不早了，别聊了，还是赶紧把人换了吧。如果他真是南客，不管那女子是谁，又有什么资格交换？你们看服装就知道，这小姑娘是东方那个隐士宗派的弟子，要论起辈分来，和教宗是同辈，难道还不够资格？我不信教，教宗与我无关。换人，我只管公不公平。公平，有道理。你们把大人的衣服都撕了，这小姑娘自然也不能带着衣服给你们。两人居然都为时冷静，还不够吗？
只是没有衣裳，好像还不太公平。晚上煮来吃，还是炸着吃？我看还是白水煮比较香。你们看，现在是不是公平了？你们能不能不吃人肉？为什么？弱肉强食，我们比你们人类强，为何不能把你们当食物？因为我们人类都有智慧，能言语，可以交流。但你们人类曾经吃过龙。我不会吃龙，哪怕有再多的好处，因为龙族是有大智慧的种族。赵，陈长生在说龙语，求援。你说什么？这只是我乡音中的一种感叹而已。我想，吃龙的那个人，或者不能算人。那人确实已经不是人了。既然你们的目标不止我们两个，我明白你们为什么刚才没阻止我发穿云箭。你们是想把其他人也引过来，好一网打尽。如果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解决所有问题，当然最好。我很不明白你们从哪里来的这份自信。如果在周员外以23、24魔将的赫赫凶名，我肯定已经逃了。但现在你们既然强行压低境界进入周原，最强也就是以通幽上境的实力战斗。自信是强者的基础。你说的很对。所以陈长生很自信，因为他比你们想象中更强。巧的是，我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。不错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陈长生让我求援，他能找谁呢？切，这种渣渣找来也是白白送死。啊，盼山林雨。对了，也许他能救陈长生。就算要战，似乎也应该先换人吧。沃夫哲秀是天生吃肉的狼崽子，但你是离宫的人，骊山也是玄门正宗，想必不会眼睁睁看着同类去死。换。多谢几位同道相救。哼。我不服！他这个蠢物就罢了，你们凭什么看穿我？什么叫他这个蠢物？你如何知道我会袭击你？我不知道，他告诉我的。那你又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我没有魔角，而且我的血是红的，不像他，虽然施展媚功时可以隐去魔角，但血的颜色却死活改不了。你们刚才做的太刻意了，像是故意让我们看到你的血是红的。看看，我就说你那个法子是多此一举。就这么一个理由，没别的证据了。生死之间，一个理由就足够了。我就说你脑袋不大灵光，却偏偏喜欢骂我是蠢物。哼，如果你不是蠢物，就不会想着溜走，妄图一个人杀死这2个人。我知道了，你们确实不是南柯，而是南柯的双翼。真聪明，猜对了。你们玩够了吧？
如果不是你们事事抬杠争先，今天的事早就处理完了。小心大人杀死那只凤凰后，知道这件事，对你们再施3年惩罚。不好意思，久等了，动手吧。嗯。呀！嘿！啊！完了！这把剑到底什么来头？竟然能破我的玄铁锅！为什么？哼，我一直都不喜欢你，但还是想不到，你竟然会是一个受魔族御使的阴险小人。孔雀灵毒，准备受死吧！这是苏黎的黄纸伞。我不信。这药能帮你暂时压制体内的孔雀灵毒。这是千里纽，带期间走。我欠你一条命。人呢？是千里纽。必须确认期间死。来到这边的所有人都必须死。知道了，我要去追那狼崽子了。不用亲自杀你，我很满意，因为我很喜欢你。我很难得会喜欢一个人类，可惜你不能活下来，因为这是军师的要求。走。嗯。怎么了？接下来要怎么走？我怎么知道？你自己不能看啊！我看不见了，所以从现在开始，由你指路。什么？你的眼睛？快让我下来！喂，你不要哭啊，没事的，真的。你只要告诉我接下来该怎么走就好了。现在向前，左还是右？他们追来了。是那对夫妻，一直向前，40丈后右转，小心，前面有坎，有断崖。他们快追到了。我要下断崖了，抱紧点。你真的可以吗？肯定会经常跌倒，只要爬起来再跑，会摔得很痛。你不要哭。呀！听说草原里的太阳永远不会落下，所以才会叫日不落草原。不过我不明白的是，如果从没有人能活着从草原里出来，那么不落的太阳又是谁看到的？
那狼崽子跑进了草原，就算他会死在里面，可我们怎么确认？难道要一直等在这里？一直等在这里也没什么不好。我们向军师请命，宁愿折损200年寿元，也要将境参加这次行动。不就是为了事后能归隐田园，逃离外面的风风雨雨吗？这里其实就不错。徐有容，徐有容，你究竟在哪里？找到了。这2个人是……不好，徐有容危险！是谁在呼唤我？这难道是……啊！在这里吗？我的命星盘推演绝不会算错，能进入周原的人，也必在聚星境以下。可我的剑怎么会毫无反应？究竟错在哪里？哼！打了半天，一场又一场，你们烦不烦？能不能干脆一些？哼，你开始慌了。哼，这种可笑的心理战能不能省省？时间慢慢流逝，你不知道自己的女儿还能撑多久，怎么可能不心慌？我可以告诉你现在周原的情况，你来时应该看到。我点亮了4盏命灯，你女儿就是其中之一。有了命灯的指引，这4个人在周原便无所遁形。
而且我的人接到的死命令是必须在天黑之前杀死其中的3个，你女儿还是其中之一。你准备发疯？等我女儿真的有事，我再发疯也不迟。只要我不死，你们谁敢杀她？按照道理确实如此，但你知道我偶尔也会做些没有道理的事情。你是黑袍，我不相信你会做这么不理智的事情。可是南柯那孩子会，他的眼里只有徐有容，一定不会按我的计划行事。所以，在他俩相见之前，必须要把我要办的事办完。原来是玄虚2重境。果然，这便是天凤真血的威力吗？还有更要命的一点，我已经承诺了别人，你的女儿一定要死，所以她一定会死。谁？当年你发疯的时候杀过很多人，只是谁都拿你没办法。所以教宗啊，南方圣女啊，这些平时很喜欢讲大道理的人，也只能当做这些事没有发生过。但你想过没有，那些被你杀死的人，他们也有后代，那些人绝不会忘记你做过的事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，你今天也一定会死，死人是没有办法发怒的。我今天真的死定了？你确实强到没天理，不过我推演了37次，今天你和周原里的那些人都必死无疑。你相不相信我的演算？天下皆知，黑袍做出来的计划极少有失败的时候，亲自参与的谋划更是从来没有出过问题。我认为你的演算能力甚至还在王之策之上。谢谢。不过只要我苏黎活着，我就有本事让我女儿他们也活着。你相不相信我的演算？好吧，来看一下谁算得更准。啊，这是南方圣女封的破冰剑，你是从哪里学来的？你确实超过了我的想象，我承认我不该太轻视你。不过你现在连大招都发不出，还有多少真元可以用来垂死挣扎？也许刚够杀。果然是野史部。陈长生竟然藏着这么多强大的法器和功法，军师为什么不说？难道连他也不知道？军师是绝对不会失算的。可是按军师的计划，现在我们早就应该把那些命灯都灭了，却被这小子给弄得一团糟。可惜，只差了一点儿，双羽速度实在太快，我的真元快要枯竭。
再想诱他们入网就难了。黑龙前辈到底去哪儿了？为什么一个援兵都不来？一曲断肠，两曲断魂，三曲终了，却还困不住。难道真有道心纯净的人类？人类本质就是欲望和混乱，修道也不可能修得纤尘不染。他只是在自己道心之外，布了很多道伪装。你的琴声只触及他最浅表的树层，又如何能迷惑他？其实我很好奇，像他这样一时圣女一时平凡的伪装下去，会不会某一天都会忘记自己究竟是谁？若真如此，他将来会遇到极大的问题。凤凰这种癫物，最终都会自焚而死。但我一定会让他在自焚之前，先死在我的手中。又被这小子暗算了，我很生气，我也很生气。连保命伞都举不动了，终于真元耗尽了吗？这是什么香味？竟如此醉人心魄。这两个家伙又在发什么疯？为什么不快解决掉陈长生？他们怎么了？这是个机会。想跑？铁牙三式，西洋斗挂。你看够了没有？给我滚出来！我也是屠幽镜，我不怕你。你要敢出剑，早就出剑了。你在我之后就已经到了吗？你知道我的父亲是谁？你不敢杀我！庄副院长一世英雄，没想到他的儿子竟然这样孬种。亏我还为了防备你，没有全力对付陈长生，真是多余。如果你真的要逼我，大不了同归于尽，不就是一个死吗？我为什么要让你死？你因为贪生怕死，没有出来帮陈长生，这是什么罪？你父亲得到了剑池的线索，却没有报告离宫，而是偷偷告诉了你，这又是什么罪？我想，就算你出了周原，只怕结局比死还要惨吧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陈长生死定了，哲秀和期间肯定也会死。知道这件事情的，就只有我和你。你要我像你一样？除此之外，我还有什么理由放你走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你来了。你就是魔君的37女，那只孔雀。我不叫孔雀，我叫南客。你是竹阴屋的长老，这只瑶琴是你们部族的圣器，法力非常强大。为什么只用来设置幻境？你应该配合南客一起来攻我，我很可能会被你们杀死。我要杀你，任何人都不许来干扰，更不能插手。所以才用幻境来封闭沐浴。哼，
那些庸碌无知之辈，经常拿你来与本殿下比较，所以我对你也难免有些好奇。不想今日见着，却是如此令人失望。哪里让你失望了？你看你现在，举止容貌一点都不大气，像个小媳妇似的，个子也不高，真不知道人类究竟佩服你什么。就连我那位兄长也视你为珍宝，但我比你高啊。不知羞耻，也不怕玷污了你身体里的血。你太让我失望了，凭什么与我齐名？你今年才破镜通幽，我去年便已经成功，而且我年龄比你小，所以很明显我比你强。来吧，让我们公平地战一场，让我证明你的弱小，让整个大陆知道我们之间究竟谁能飞得更高。南柯大人这一剑居然如此霸道，竟能将我用琴声构筑的虚境也逼出形迹。空弦？什么？这是？难道那一剑一直都在夜空中飞行，等待着徐有容此刻功名的指引？南柯大人果然不愧是魔君的血脉，夜视步真是完美到无可形容。终于就到这里了吗？去死吧！去死吧！原来徐有容所用的，就是能听从主人心意的王者之气，孤瞳和无间。真是臭娘！一直装弱，却是在布这个局，引我入套。那么，呀！这就是某族顶尖高手才能召唤出的月环吗？原来公主殿下已经走到了这一步。有了月环护身，就算徐有容血脉天赋再强，只要还是通幽境，就永远无法伤害到公主殿下。军师大人果然算无一策。啊！公主殿下为什么要自破月环？难道公主殿下为杀徐有容，宁愿同归于尽？南十字剑。不好，虚境快承受不住公主殿下的剑气。
藤一树，南十字剑原来是2把。你的梧桐不也是2件法器？我可没占你便宜。确实很公平，怪不得天下人都认为我们是宿命的对手。他们都错了，我们并不是对手，因为我永远都比你强大。终于，还是要比拼天赋血脉吗？这就是制寒制毒的月鸟真血。其实我并不喜欢这种战斗方式，因为我怕痛。但既然你向我发出了邀请，我不拒绝。我刚才怎么了？难道是陷入了幻境？现在又发生了什么事？这是南柯大人和徐有容的真血之气吗？这些年轻人真的很了不起。我们是不是应该过去帮忙？来不及，而且殿下不会喜欢我们多此一举。放心，军师大人既然说徐有容死定了，那么他便必然死定了。原来徐有容和南柯的宿命之战已经开始了。不行，我现在只是一缕龙魂，根本帮不了徐有容。可是除了他，还有谁能救陈长生呢？陈长生，你还没死吧？糟了，这边湖底也有那种奇怪的水压，可是过来时为什么没有感觉到呢？看来还是免不了一战。不好！你想和我同归于尽吗？我不怕死，你怕死，所以如果一起去死，先死的肯定是你。我为什么会怕死？因为你一向自命肩负着拯救人类的重任，所以你不敢干脆的去死。那你呢？身为魔族公主，难道不需要背负责任？杀死你，正义神族的血脉永远是最高贵，这就是我的责任，所以我不怕死。父皇也不会为我的死悲伤失望，只会高兴地做几首长诗刻在我的墓碑上。不过你确实很强，要杀你，看来要多流些血。奉陪。
的血脉太过强大，释放的气息已经超越周原规则允许的上限，周原的空间壁垒开始崩碎了。再这样下去，他们都会死的。可是，公主殿下绝不能死。他死了，我的族人将永世不得翻身。不许插手！是南柯大人胜了吗？我的血在你的身体里，你身后是万丈深渊，我胜你。现在我要杀死你了，请把这份荣耀赐予我。我为什么要让你高兴呢？你是个白痴吗？以为自己真是父皇？这就是死亡吗？原来鸟儿的归宿终究是大地，不是星辰大海。就算死，也不肯死在我手里。就算是你最后的骄傲，还是会归真我。好冷啊！为什么还没有到地面？死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？是不是很痛？如果真的很痛怎么办？为什么我突然有点怕死了？好难为情啊！凤凰，怕痛可以，但不要怕死。身后，尤其是你，因为你是凤凰，你的命运就注定了要不停地在死亡中淬炼灵魂，直到迎来真正的新生。这就是您常说的向死而生吗？娘娘，您是要告诉我这一点吗？你现在好好的去感知死亡的寒冷，体会死亡的真意，然后用死亡带来的大恐惧激发血脉里的能量，去和真正的自己相遇。飞翔吧，我的凤凰！
水底的那道剑意。黄纸伞为什么会自行其事？难道是受了那道剑意的召唤？但是，实在没道理啊！我去找到那只臭鸟，找不到你们就死。他已经中了我的孔雀灵毒，逃不远。毒发了吗？每个人望向同片夜色，眼里却映出不同叙事，各自的欲望，各自心事，谁都有不想说的故事。这一刻心血坠落，我心中一片平和。看天边那片渐渐银河，迎着你，也迎着我。有你在，就有平常心了，抬头看天地一色。